好，现在环北海道第22天。好像不用加环北海道了吧？今天我们骑20公里抵达札幌。旅馆大就是有个坏处，就是东西会东放一个西放一个，等到真的要离开的时候，很怕东西忘记，所以等一下再寻一下。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，等一下 check out 时间早上10点啊，好久没有这么晚了。等一下我们慢悠悠的骑20公里抵达札幌，把车子停留在李小璐的地下街驻轮场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逛街、打游戏机、转扭蛋。晚上7点钟再去吃个烧肉吃到饱，昨天已经预约好了。另外我在网络上一直有看到那种挖耳朵 ASMR 的那种影片，好想去采耳一下，在外面吹风淋雨吃沙子。20几天之后，如果有专人帮你挖耳朵，那真是爽。刚盘点了一下现金，我带了30万日币，现在还剩下18万。当然，扣掉信用卡的部分，大概是2万5左右的台币。大家自己换算一下，如果自己来日本骑车要花多少钱？因为接下来我的数据就不可参考了。现在正是付钱的时刻。防熊喷雾因为用不到了嘛，所以想说拿去卖掉。买的时候是26000日币，卖掉的时候希望有个1万回本一下就好了。这种什么事情全部都做完，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把加码行程也一并全部纳入，最后这20公里骑完之后，接下来2天就是真的完全放松。哎呦，这20公里的市区道路不要算啊，送给他，送给他。好了，话讲完，时间应该也9点半，10点就要 check out 了，赶快收一收，我们准备出发。虽然我觉得我会买很多伴手礼，但是旧的内胎扣掉外胎，回国的时候把羽绒衣穿在身上，我觉得重量应该是可以压在40公斤以内。最后再来介绍一下这个面包，不要问我说为什么骑到这边还要吃面包，多预留的补给不吃也是浪费。小麦的清香，但是远不及今晚烧肉吃到饱的期待。哎呀，太阳好热啊！这才是环北海道应该要有的天气吧？现在是4月的下旬，再过1-2个礼拜，樱花也会盛开，低海拔跟平地的地区融雪也会全部的融化。话说来到日本第3次，最可惜的就是没有看到樱花。第1次跑给樱花追，樱花没追上；第2次时间太早；第3次刚好预估樱花开花的时间是4月25号，我回国的时间也是4月25号。现在我们已经骑了5公里，今天我们完成了1/4，好累哦，受不了了！我需要转蛋，我需要吃烤肉吃到饱，太累了吧！像现在大家看到的2个车道都是左转，但是我要直走啊，所以我就只能上人行道躲一下。好险昨天没赶路，不然这20公里应该也可以骑个2个小时，应该会累到连要按按钮都不知道。我印象2年前回到千岁的时候，也有走过一小段，但是好像觉得不是那么好走，就绕出来。这一次我们再重新回到这一条专门的自行车道试试看。哇，好舒服！虽然沿途一直像波浪形的上上下下短爬升，但是没有车，没有红绿灯，你可以直接骑在路中央，送。这就比较像行人跟脚踏车的高速公路啦。像你看左右2边的住宅区，其实这种小路都没有办法直接贯通，除非你走外面的国道。但是上了这一条人行自行车步道，你就可以像车子上高速公路匝道一样，一路直直的骑，没有红绿灯。有了这一条路，感觉里程推进的好快哦，剩下最后7公里了。打离小路只剩下最后1.5公里，好累哦！今天骑了整整20公里，骑了2个小时。现在眼前这个就是北海道路况的标准情况，下雨你还看不到这个坑洞，有时候单手拍摄的时候，这些洞真的是直接撞下去，躲都没办法躲。好，现在我们抵达丰平川，还是要停下来讲讲话啦，不然等一下我们真的骑进市区离小路之后，以我的个性，我就不敢在里面大声嚷嚷了。来到札幌必须要逛的，当然就是离小路，从1丁目逛到7丁目，动漫店、游乐店、烧肉店，想吃什么、想要什么，一应俱全。全部都走在行人的徒步区，左看右看，买伴手礼也是非常的适合。光是快活 Club 就有2家还3家，还有一家北海道专门的 Dice。为什么我会了解李小璐呢？这就要讲到2年前3月31号的故事啊！算了，不讲了，反正整条李小璐我走得非常的熟就是了。现在我们看到后面的丰平川，你觉得我要介绍什么吗？没有，我懒得去查维基百科了，我已经等不及要前往逛街了。虽然丰平川我不是很熟，但是丰川我就蛮熟了。丰川是什么？就是头嘎巴咕噜的那个丰川。
こちらスタンドじゃないですか、これ。はい、でも重量が持たない。ああ、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。紙を貼っておきますので、はい、じゃあ23日の朝アウトすることでよろしいですね。は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。でご生産の時にはチェックアウトの時にですね、係員いますので、分からなければ言っていただければ生産機でご案内しますので。は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はい。妈妈，夹娃娃机好恐怖哦！你一开始觉得你很行，然后对着一个角落疯狂进攻，结果你发现那个角落按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它没办法再压下去了，你必须要再打其他3个角落。可是你的成本已经投入进去了，所以你就一直投，在钱包里面疯狂翻找，100块没了，然后很怕去换钱的时候其他人接手。像一只娃娃平均打了一只6000块日币，换算台币的话大概1500一只。你知道的，我永远都是有刺无刺的粉丝。还有一家开头，这就是札幌。现在时间2点钟，还早，但是肚子有点饿，还要憋到7点。你原本只想玩一次的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就是这一次了。啊干！不能夹太中间啊。好了，我们中场休息一下。加一加，花的钱多，东西更多。在札幌市中心选择真的是太多了，10几20家旅馆符合我的价位。哇，最近是不是过得有点爽？现在时间4点整，我们先中场休息，放一下行李。800块就解决了我逛街困难以及晚上住宿的问题。像这样子的选择，在札幌比比皆是。突然觉得这好不真实，奇怪，为什么我之前在晚上想找个住宿点，我还要骑3个小时、4个小时，拼个50-60公里才能骑到唯一的地方？东西放着，等一下我们再战一波。当然，大家会想说，这么大的体积，这么重的重量，要怎么样带回台湾？别担心，札幌这边有24小时的邮局。24小时啊 ，24 hours。你知道我这几天多辛苦吗？找一个便利商店，想要24小时的都没有。晚上好不容易安顿好住宿，还要赶在11点之前出门买喝的，买可乐。突然觉得我那20天好像是假的，前面20天有多辛苦，加码有多累，现在就是要加倍奉还。第一次感觉到日币的纸钞是可以这样子一张一张消失不见的。本来还以为会边吃烧肉边哭，
结果还是跟骑车一样，忙到没时间哭，一只手烤肉，另外一只手吃肉，一方面要担心肉烤焦，另外一方面要担心碗里面的肉凉掉。忙完之后还发现嘴巴有点渴，还要加点一杯可乐。但好的是，终于不是一直拿手机去查接下来的路况天气啊。骑车旅行就是这样，连哭都没时间哭。等一下，刚从地下室走上来那个楼梯，觉得我的身体好重，吃了一碗白饭，又灌了4杯饮料，哇！有点走不太动，延续骑脚踏车的习惯，原本是2个小时吃到饱，我们只吃了60分钟，已经很饱了。本来想说在吃烧肉吃到饱的时候，可以录一个画面当 ending， 就是我边吃着烧肉边回想这几天的辛苦，潸然泪下。可是时机错过了，这个应该要发生在昨天。如果发生在今天只骑了20公里的晴朗天气，然后还有夹了一大堆初音娃娃之后，我觉得观众只会想说过这么爽，哭屁哦。好，睡了一觉，昨天深夜2点睡了，现在时间6点钟，身体又自动弹起来，一样我们可以继续出去逛街。但是在逛街之前呢，我想先去邮局确认一下，买一个大纸箱，把后面这一堆战利品全部装起来。昨天烧红的脑袋终于冷静了一下，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 figure？ 一只 figure 我平均花了台币2000块，台币的2000块才加到。我果然是没有夹娃娃的天分，我们改变一下策略，我们去逛那个二手店。既然没有玩娃娃机的天分，我们直接用买的就好了。刚去邮局买了一个特大纸箱，大小应该跟台湾的超商差不多吧，380块。当然这不包含运费，等一下运费最后还是要看总重量，应该折合台币2000块左右吧。我们先把战利品装一装，看一下我们还可以再买多少战利品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数学不好啊，直接拿了一个大纸箱，这下完全没问题了。日本邮局寄件的国际小包规则是30公斤以下，单边不可以超过1.5，其他周长不可以超过3公尺。这一种箱子刚刚好，但是在日本就不是那么简单能够要到纸箱，因为纸箱上面有一个厂商的标签，所以我刚刚也是跑了3家店，其实就是看店员要不要帮你弄。所以就算你在地板上看到有个大箱子，你想要跟店员买，或者说想要请店员给你，他们也会说这个箱子不能，但是有可能就是转头拿另外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给你，但是撕掉标签的。感觉现在价值观都麻痹了。刚刚去邮局买了一个400块的纸箱啊，那不就是抓2次娃娃的钱吗？反正400块我也抓不到。这些虽然是二手的，但是都是没有开封过，跟新的一样。昨天花了1万块还夹不出来的东西，这边2000块就买得到了。昨天那一整箱 figure 大概花了日币6、7万，但是如果在二手店买，大概1/5的价格就买得到了。现在时间1点，我们今天一整天还是会在杂货逛，住到明天。骑车骑了这么累了啊，脚都硬邦邦的，去按摩一下，舒缓这20几天下来的疲劳，犒赏一下自己。哎，如果把昨天夹娃娃机浪费的钱全部拿去按摩的话，都可以让我按一整天了。哇，刚按摩按了60分钟，原本是以为像 YouTube ASMR 一样，哇，那个拿羽毛扫轻轻拂，哦，轻轻按，然后有一种很舒缓的感觉。结果没想到是跟综艺节目一样来真的，按的时候真的还是要深吸一口气，然后把气憋住，然后按1下2下，接连一波又一波。但是按了之后，哦，感觉好像蛮舒缓的。人类的特征就是永远学不会教训。才刚说不要再玩娃娃机了，又玩了一下，连这么简单的设定要夹出这一只自肥魔女，都花了我10次啊！等一下寄一寄，不知道要多少钱，有点重量哦。一听说我4点半，然后要在柜台寄邮寄包裹的时候，日本人就你来得及吗？连我这种年轻人熟悉平板输入跟英文。你知道最后花多少时间吗？最后弄完的时候，时间4点59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只要填住址，而且它里面的每一项全部都要标出来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包裹里面放了2碗泡面、2包饼干、2包软糖，全部都要列出来，要一个一个打它的重量跟原产地。还好我的东西很单纯，全部都是 figure 模型，所以我就直接写 figure 乘15，每一个重量500，最后称下来重量7公斤，花了台币1500块。经过这样一折腾，博我也不用带了，哦，满身大汗。遥想当初在进到金赏家之后，骑了80公里才遇到第一家药妆店有卖微波食品。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多幸福，现在没有吃到热腾腾的拉面订食物，竟然还觉得有点阳春，运气不错。初音城钢弹系列，然后看到这一把枪的配色条纹就知道这是自由钢弹。好啦，我不是要讲这一个，刚看到这个伴手礼是金属的，有点重量，看到上面的字之后真的是完全没有犹豫，直接买了下来，也才600块而已。它是一个北海道的形状，然后上面写了各大城市的名称哦，譬如说志内啊、流盟、羽晃、旭川、陈云霞，看到上面的地名真的是百
百感交集，里面有95%以上全部都去过，就只差支床，然后还有带广没有真正的走进去，其他上面密密麻麻的地名真的是全部都用脚踏车走过、骑过、停留过、吃过东西，甚至因为空间有限，如果比例尺可以再放大的话，里面中间还有很多细节的地名，我现在都可以一一娓娓道来。但真的不禁要感慨，脚踏车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手上拿着37公斤的行李，走路走不到1公里我就受不了了。结果没想到脚踏车竟然可以全部挂在行李货架上，陪着我骑了1天、2天、20天，撞了一大堆坑洞，爬了无数的坡，骑了3000公里。我觉得这就是脚踏车人力的魅力吧。好了，现在时间4月23号的早上8点钟，一样又睡了回笼觉。旅行模式的生理时钟有好处，就是觉得每天好像都多赚3到4个小时。今天早上我们就要离开札幌，回到我们的脚踏车上。希望我们过去看的时候东西都还在，然后轮胎没有泄气吧。脏脏的内胎、外胎、修胎工具全部都在车上，应该不会有人干走。今天行程也非常简单，骑市区的40公里，从札幌、惠町到千岁，看到有一家 Ghost 日本蛮有名的咖啡店。以前我就觉得哇，咖啡店一定很贵吧？刚查了一下，发现还不错，而且早上时间8点钟也已经有开门了。等一下我们先吃个早餐，我们再去取车。好了，现在在后面的 Ghost 吃完早餐，跟网咖的自助吧一样，饮料、热饮、冷饮全部都可以自助选择。好了，那最后再到楼下的 Mega 汤吉喝的，感觉走离小路，住在这边还是离不开这一间店。等一下下楼的时候，我们再重新绕一轮，再逛一下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好买的啦。好险好险！刚刚看到那个动漫区，差点又要大爆买了，直接下楼去门口就对了，不要再逛了。Welcome back, my friend. 其实我觉得这个电梯对于有在骑脚踏车的人没有说特别轻松，直接给一个大斜坡，让我直接骑上去，感觉会比较快。原本骑车骑到指甲全部都软下来塌陷了，现在休息了2天之后又变成硬邦邦。最后40公里。又是这一种自行车放置场，我都不知道要停哪了。相较于台湾都是大型的水族馆，日本这种小型的博物馆很多，而且门票1天800日币，年票的话只要2倍的价格，很适合情侣过来约会，或者一个人就这样子静静的坐在里面，好好的放空一下。刚又去水族馆买了这个纪念品，可能是我平常被动漫商品荼毒太多了。这个东西其实只要1100，不贵，圆形的玻璃，中间还有一颗地球。对不起，我对圆形的东西没有抵抗力，而且随着光线的折射，还有一点彩虹的感觉。同一家饭店，现在阳光明媚，全身上下也都是干的。遥想当初2年前360相机也是在这个位置。哦，天气冷，冷到按不下去。现在不止不会冷，这个手套一脱，按下去就能关机。好了，刚刚也终于确认完，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纸箱是可以上机场免费的接驳巴士。可能是因为全身上下没有湿漉漉的，手发抖，所以还没有办法提前入住。骑过去先去拿纸箱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は良ければどうぞ。はい、すいません。いや大丈夫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转弯的时候直接把车抬起来，也不是重装，很好抬的。就这样子走2.5公里不是问题，连弹力绳都不需要。这一招的精华就是踏板往下降
身体跟车把纸箱夹在中间。虽然在骑车的时候，我一直很嫌弃日本的人行道，但当你走下了车，是用脚底板跟人行道接触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有人行道太好了，不用左看右看，担心车子、机车会从旁边擦肩而过。然后现在空车骑出来之后，才发现我忘了把锁带出来了。现在这台空车就是任谁都能骑走的啦，但我这台车破破烂烂的，应该没有人要偷吧？说好啦，谁在花钱谁是小狗啦，过去看看而已。我要的是兔女郎雏鹰，不是亚克力小兔兔。1000块夹一只这一个，轻轻的，大家觉得值不值得？它就是用一种沉没成本的方式，觉得让你不投钱下去，那先前的努力就白费。最好的方式就是从一开始就不要碰，就决定了停在这一台电动车旁边。大家要偷也是偷电动车，而且人家还有锁，虽然没有锁上去。想当年我就是在这边拆车打包脚踏车，在这边拆完之后就直接上计程车到新千岁机场睡一夜，但是结果就是寄放行李跟在新千岁机场睡一夜，其实并没有比较划算，还要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的。这次学聪明了，乖乖住宿，而且用的是饭店的免费巴士，明天还会在千岁待一天啊。刚刚突然想到，既然有免费巴士，虽然我还没有要搭飞机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搭巴士直接去新千岁机场，不用再骑那8公里了？最近这2、3天也真的是逛街走路到有点累了，原本以为外面已经天黑了，结果走出来百货公司的时候，外面晴空万里，还是白天。唉，如果这一次北海道骑车都是这样的好天气，那该有多好！今年我们走的是回忆路线，一样，我们在24小时开门的Nagao吃一个亲子冻加温热的乌龙面。虽然班机是明天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要在国内线的航厦里面好好的逛。国际线的大楼是几乎没有商店可以逛的，所以大家来到新千岁一定要先逛一下国内线。刚坐在免费的接驳巴士上，一股感慨突然油然而生，看着道路上的路牌路数往后奔驰的速度，突然觉得骑脚踏车要45分钟的路程，开车只要1/3的时间就抵达了，真的是脑子有洞的人才会骑脚踏车环北海道。下次我要租车来，骑脚踏车搞不好还比租车贵，光是路上吃的东西就比燃油不知道贵多少了。虽然时间还早，但是我们赶快进去逛一下，这个时间也开店了。等一下下午我们还要拆车，还要去逛一下 Title。今天还有一只黑丝的雷姆，如果能够准时发售，我要把它夹出来。不是说好再夹就要剁手了吗？这边的摆设一模一样。还记得上次来的时候，札幌已经全部被拿完了。上次是拿了这个旭川的，哇，看到这些地名真的是9成9都骑过了。八云是往函馆的海线啊，这个部分是去年去的。知床协里是知床半岛的横断路线，这一次因为封路没有办法骑。想当年钢弹，我是从钢弹 W、钢弹 X 开始看的，一路看到最火红的 Seed。非常可惜，刚刚在看到雪初音1:1等身的玩偶。我记得以前后面有一个下一站北海道那一张大挂幅海报，也是我在2年前非常有感触的一张海报。当时的我因为北海道只有3边没有玩够，所以就心里暗暗的许愿，下一次北海道我一定要玩个够。这一次算是彻底玩够了。好，接下来要进行我们另外一个挑战，来到日本
第一次大众运输交通工具，还是我第一次坐，想不到吧？来到日本第3次，下了这么多雨，沿途赶时间赶路的情况这么多，甚至脚啊、膝盖啊、腰酸背痛的时候都没有坐过大众运输交通工具。结果现在回到饭店的这6公里，想要来体验一下。这6公里绝对不是不能走回去的距离，甚至这对我来讲还比较简单。但是就凡事都需要挑战一下，也想了解一下日本坐2站 JR 的交通价格大概是多少。看起来应该是搭绿线跟橘线都可以，绿线应该比较便宜啦，然后搭对线就好，不要搭到其他线。其实坐车也就这样子而已，搞懂路线、搞懂方向就还好。新千岁机场算是非常简单的，因为往外就只能先往千岁，再去转乘。但日本毕竟是网状型的，跟台湾几乎只要分南北不一样，所以还是要有一些地理知识，或者说要稍微查一下 Google Map， 可以看到其实列车的行进速度跟自动车慢车道的速度是差不多的。而且日本列车开车跟台湾的火车不一样，没有再跟你543的，时间一到，哔哔哔，门立刻关，立刻出发。其实搭 JR 列车也就是这么回事啊！年轻人在外，只要手机查一查，查一下资料，看得懂汉字，应该也可以懂个7成8成，没有问题。再说一次，出门在外备用手机真的很重要。没有这台备用手机，我觉得我连观光都不用观光了。大家突然觉得好不公平哦！为什么我不骑车的时候就大太阳拉链可以拉下来这种热度？1、2个礼拜前还不是长这样的嘞？